OK， 这一支是威驱力特别留下来，对，要给我们拍影片的，是，这个很厉害。对，这个昨天直播的时候，有先试闻嘛，对不对？对。那后来我回去的时候，一直因为威驱力在镜头前一直讲说，哦，这个很棒，很棒。那我当时还没有很相信呢。那回到家之后就发现说，为什么这是他今年的最爱？今年最喜欢。对，那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中文品名叫什么？叫做炫日白滩。炫日白滩。对，它是那个默菊他们在2020年他们的新总监上任之后，就是很快速的在4个月内就推出的新作品，应该是之前就准备好了啦。哦。对，然后新的作品里面有4支，这是其中一支文艺复兴系列，它有就是4支，然后这个是炫日白滩。OK， 炫日白滩。对。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哦。哇。超美。对啊。对。它这个颜色还挺柔和、挺柔美的哦。对，然后来。老板很摸眼，他跑到那个。对，我是镜头小帮手。对。哦，你看，不管它的配色啦，哦，这个有一点这个芋泥色，芋头的芋泥色哦，有点粉色，又有点紫色，就是那种那个色调叫什么？宫廷剧那个《延禧》。延禧攻略。它有这个色，这种。什么蓝底色哦，蓝底色，对，还有这种很柔和的颜色，对，莫兰迪色啦，莫兰迪色，就是这种彩度比较低的，然后这种雾雾的感觉，它整个搭配起来是挺好看的哦。对啊，整个就是很柔和的颜色，然后有那种朦胧美的感觉，超美的，跟我的那个手表颜色一样。炫日白滩，对，炫日白滩，应该就是在太阳很大的白色沙滩上，对，对吧？好，没错。那在太阳很大的白色沙滩上，你的想象感觉是什么？觉得应该是干净的，然后有点暖暖的，暖暖的。对，好，我觉得应该是会中暑的感觉。对，是因为你中暑了吧？对，我今天中暑啊。OK， 好，炫日白滩，对，来试一下。好。然后他们这个新的系列啊，比较特别，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它就不再强调男女对象。以往的默菊他们都是有一只男生的，一只女生的，像史诗男、史诗女，或是化蝶男、化蝶女这样。然后他现在新的这个系列，就是以后他们可能就不知道是以后就都不会有分对象，不过他们这个系列就没有分所谓的男香或是女香，它就是用它的那个香料成分来去做区分。是，我一开始闻到味道有一点茉莉绿茶的味道。哦，真的。哎，我身上是粉红胡椒的感觉很明显，那我觉得非常好闻。就是它不是很单调的，就是花香是的呈现而已。对。那它让我，因为我比较喜欢喝绿茶啦，特别绿茶都会加茉莉绿茶，这样，对，我觉得它这个有茉莉绿茶的感觉。对，我觉得它这个一闻就真的有那种，就是除了茉莉香，但是它是浅浅的，不是很浓烈的那一种茉莉的香气，而且它挺柔和，对不对？对对对，它也不是那种说很明显的云朵味很重的那一种茉莉，它就是那种飘出来飘，像那种轻轻柔柔的那一种茉莉花香。对。然后你说的那个茶香感，我觉得也有就是很会有那种，因为它可能带那个辛香，就是粉红胡椒带出这种感觉，所以会让你有一种那种茶香感在里面。很舒服好闻。因为它这个炫日会让我觉得好像一直都是在正中午的那种太阳炫日嘛，对不对？但其实我觉得它有一点偏比较清晨的，大概8点到10点之间的阳光，对，刚出来不会太伤害人的这种热度还没很高的时候。那
就是因为早晨的时候沙滩上比较没有人，对不对？在白色沙滩上，你看一片白色的沙滩，加上蓝色的海水，还有对不对？这个蓝蓝的天，走在沙滩上，你会闻到旁边不知道哪里飘来的花香味，你会去探索，你会去寻找，这哪里来的味道，怎么那么香？没错。这是我现在闻到的，给我的感觉啊。而且我觉得他这个系列，就是他有提到说，他想要带出就是阿曼王国，就是以前苏丹他们的那一种，就是对香料啊有一些味道，琥珀、玫瑰、茉莉花跟乳香这几个很基本的香料，去带出你对就是这种大地的这种跟他之间的互动跟怀抱，或者说会让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很立即的联想。就像我们刚刚一讲到说，这个味道就是对，真的有那种就是在一片那种很干净的海滩上。对，那因为茉莉也是白色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连它这个花跟白色沙滩，就是柔和的一个画面，就是纯白色系的感觉。是，它就是用茉莉的那种纯白的感觉，去带出它想要呈现的这种沙滩炫日摆滩，它这个香气是非常的贴切。对，那如果阳光照下去，更显它的沙滩的白净透亮，对不对？对。其实我蛮喜欢茉莉花的味道。那但是这一支茉莉，它把一般人可能会比较害怕类似银朵的味道，都把它修的没有，对，完全都抽掉。都修饰掉了，完全没有。那它就是一个很柔和、很舒服的花香，它是属于让你闻到会有一点饱满的感觉。不会像很多的花，像有一些玉兰花或茉莉花，它会做的让你很冲的。对，像我们那一种不是。前几天拍一个 Royal Crown 的那个对，那种就是真的是非常冲击、浓郁型的那一种。对，那它这个是好像有一层这个透气的膜把你包覆住，这样子。就像这种感觉，我觉得它这个包装也做得很棒，又把它的这种意境也是呈现得非常好。就这种雾蒙蒙的，就是你感觉得到它白色干净那种感觉，但是好像有一层薄纱在那种在整个空气中。好，那你帮我们介绍一下香调好了。香调，我们一开始闻到就很明显嘛，他说粉红胡椒，真的是小豆蔻、姜黄，所以一开始它是有带一点辛香感的。但是它直接很快的就把茉莉的味道带出来，然后它这边中调还有写到阳光跟玫瑰，哇，阳光味道我有闻到，我觉得因为克什米尔木，我觉得它里面应该有加这个东西，但是它没有写出来，但它是只有写阳光。OK， 对，我觉得因为克什米尔木像那个阳光那个带香珠叶那支阳光之上，它有克什米尔木这一支这个香调在里面，那这个材料会让你有这种就是阳光的联想在里面，对。然后它后面呢，晚一点会有龙涎香、檀香木跟乳香。难怪乳香也是阿莫菊他们家非常知名的。对 ，OK。那用的是那个材料，因为这一支就是我说每一次直播我们都喷的满手嘛，对不对？对。所以有时候喷到哪一个位置都不知道。对。但我特别有印象，因为这个我跟威曲利一上台的时候，第一支他介绍就是，所以我的喷这边很有印象。回去的时候呢，我就一直闻，连睡觉、洗完澡我都还在闻。怎么那么香？香对，难怪是他今年度的最爱。是而且因为像老板你比较喜欢就是花香类的嘛，所以这类的会更有感觉。对，而且你好像特别喜欢茉莉绿茶类的。我们之前有一支那个尼桑的古龙那一支也是茉莉绿茶的感觉。因为我喜欢喝茉莉绿茶，对，会让你有联想那种开心的感觉。对，等一下就要再来一杯的。这个不能喝，只能闻。等一下就直接就喝一下，可以随时带在身上，这样。事实上，他还有闻到一些，你知道，茉莉奶绿这种饮料吗？有点奶，因为它真的很厉害，因为它有檀香木跟乳香，对，所以你会觉得它有点creamy 的感觉，不是
粒粒的粒，不是那种台语叫来那一种绿茶哦，它是就是真的带一点奶，对一点点的那种感觉。绿茶跟红茶差别就在于这个有没有熟成嘛，对不对？那绿茶是直接生茶就下去处理了，通常还会比较刺激，比较锐利一点。那红茶就比较温和。对，那加了绿茶加了奶之后，就把这个锐利又收掉了。所以这只是茉莉绿奶茶嘛，茉莉奶绿。有喝过那个珍珠茉莉奶绿吗？有，就是我觉得这个比较少啦，只差了珍珠还没加下去而已。对。OK， 那这一支你觉得你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以女生来说，我觉得这支还蛮实穿的，就是那种日常啊，或是我觉得任何场合都可以。对，它尤其像说我们现在有时候会突然爆热的天气，我觉得也可以，因为这支还蛮干净，然后就是白白的这种给人的这种印象。OK， 对，那我觉得像这次，像我们前几天以晨不是有在帮他男生朋友问说，如果第一次约会，对，就是可以喷什么香水去赴约吗？我觉得如果是女生的话，是第一次约会赴约，我觉得也可以喷着字。哇，这个是非常合适对，而且让人觉得乖乖的那种感觉哈。不论是场合或者是干干净净的，或者是你要表达自己，对，我觉得这个都恰到好处。对，然后它又不是那么很简单，只有白花，又有一些内涵在里面的感觉。对，就是你不一定要第一次见面约会不一定要说很多话，对，可是你要让人家感觉你很多内容，舒服。对，是这一支就有这样子的，让人家的联想。对。那男生的话，我觉得男生也很合适因为这个花香带一点奶香，不会让人家感觉太过锐利。那我觉得如果男生你喜欢花香调的话，这一个你可以尝试，因为一般的花香调，男生怕了可能会是说，我会不会太花了，就让人家直接觉得，我联想我这花，所以想要用木质料来保护自己嘛，对不对？比较安全感，比较稳重。那但是如果你要试着尝试跨入这个花香调的话，我觉得这一支会是一个好机会，因为它的乳香把花的锐利给修掉了。那如果男生用这一支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就像汤姆克鲁斯的笑容这样子。像你看这一次这个汤姆克鲁斯电影里面，他不是骑摩托车的笑容，我就觉得这个男生怎么笑起来，从20几岁笑到60几岁是这么的好看，还是好看。对，他到底是哪一个牙齿洁白公司代言的这样对呀，对，所以我觉得这一支会让人家有这种男生如果用了这支的话，就会有那种感觉，阳光感，对，阳光笑起来是很好看的。对，是。OK， 好，那我们前调先留在这边，因为后调我昨天自己有闻过，我知道非常的赞。好，那我们待会后调再回来跟大家介绍它有什么样的变化。OK， 待会见，拜拜，我要去按镜头了。昨天喷完这支之后，就决定今天来第一支就要喷它。对，好，来后调一定要找学姐来拍这一支的后调，因为这个是学姐的最爱，对不对？是她最喜欢的香水。那一定要让明芳来讲一下，为什么这是你的最爱？我第一次喷它的时候，那个后调是到隔天早上我才闻到的，前一天一整天都让我闻到都是茉莉花的香气。对，这一支其实很持香哈。对，我觉得如果真的要进后调，因为我昨天也是下播之后都洗完澡了，躺在床上的时候睡觉才开始觉得有一点进后调。对，然后一直这个贴着鼻子，然后直到睡着这样。可是因为它很柔和，因为它是小朵的茉莉花去萃取的，然后跟大朵的茉莉花去萃取出来的感觉，它没有这么的甜腻，它是很柔和、很温顺的花香，所以你会觉得它很舒服的在你身上存在。是，然后那一整天柔柔的花香就都在你身上。对，然后因为它前面的胡椒什么也是要带它中段的茉莉花香出来，所以我觉得它很舒服。是，而且我真的到隔天早上，
我才闻到那个檀香的味道出现，哦，因为它最后面是檀香，对对啊，檀香，然后它到隔天早上真的才闻到那个檀香的味道。OK，当然我必须说，我那一天晚上没有洗澡啊，所以才可能第二天早上还闻得到。哇，对 ，OK， 原来学姐透露，到她这个时候还是会有没有洗澡的，没有，可能喝醉了，是不是？对，不好过，我觉得它前面就有一些乳香，你说檀香其实还是有一些，只是它的那个木头的那个味道没有那么重，它的那个我们刚前面闻的。它的那种奶茶的那个奶香跟乳香，所以你闻到应该是乳香跟是香草嘛？哦，可能也有。然后因为檀木的味道真的要走到很后面，很后面它才就所有的味道都走完了，你才会闻到最后有檀木的存在。我要讲的是，因为一般的后段香有时候你根本其实老实说你是闻不到的，因为它是要带中段香出来跟延续那个香水的持久嘛。可是它可以让你前中后段都还是闻得到，代表它的用料是很实在，而且用料是量是比例是多的，你才可以层次那么分明的闻到，连檀香的味道你都闻得到。对，了解。那你刚刚讲的小茉莉跟大茉莉有什么差别？茉莉，因为越小朵越难取啊，小朵跟大朵这样，然后取出来的香味，它品种不同，取出来的味道会不一样。是大花茉莉最明显，目前就是我觉得 Memo 的葛纳纳达，它就是大花茉莉，所以它闻起来的茉莉花的感觉跟这一支茉莉花的感觉就不一样。哦，明白。大茉莉跟小茉莉。那我们那一天闻的 Crown Royal Crown 那一支茉莉是大花茉莉吗？就是很。就那个 Tenebra 那个哦，丹里面，可是它是晚香玉代数，它闻不到，对，它闻不到，它有茉莉，应该是不是小花？应该不是，是，所以小花有一种这个清新，更加清新、清透的那种感觉。它是带绿感的清新的茉莉花，是，就像七里香啊，或是那个木兰花，那种小花，对，小碎花出来的那种感觉。OK， 那像学姐你用这一支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跟什么样的情境呢？任何场合都可以耶。它真的任何场合都可以，就是你今天想要很有女人味的时候，是，你就可以喷它。对，当然喷去约会更好。对，这个是约会，对，约会首选。真的，我觉得真的是女生如果约会，这个是第一选。喷去约会更好，然后因为它就是柔柔的。是第一次约会的女生也可以喷进去。对，是。而且它会增添你个人的魅力跟气质。对，我觉得。OK。好，那其实你现在这个后调在你现在身上怎么呈现？真的还是茉莉为主就是它木质的香气，可能就是真的是延续它，让它的中调的一直存在着，不会说跑完这样。对，因为它可能用料真的很扎实，是，还是一直在茉莉小花茉莉，然后觉得很干净纯白的那个香气，还是一直有。OK， 好。那其实，即便我们已经过了大概1个多小时，快2个小时，但我觉得这个味道还是，就很像前调到中调之间，它没有太大的变化。对，但是它就是让你一直感觉非常的舒服的、贴肤的。那可是你会知道它是浓郁饱满的哦。那就是我前段有说掉了，这个茉莉会，这个乳香其实不是奶香啦，事实上不一样，乳香是一种树脂啦，对，但是它就是这种圆润饱满的感觉，就是把这个锐利给修饰掉，所以我觉得约会女生这个是最好的选择。对 ，OK， 那学姐有没有什么要帮我们补充这一支？没有啊，这一支真的很赞，然后我觉得它盒子也美。是啊，它真的是调香师真的请艺术家专门为文艺复兴这个系列的每一支去画，做合上是一幅画就对了啦。他就是画一幅画出来，然后把它做成印在盒子上。然后全部，而且它这4个盒子啊，它这个系列有4支嘛，对，它4个盒子连在一起就是一个阿曼半岛。
哦，是这样子啊。那个曲线呢？它就是照着那个，哦，OK。你不管怎么拼凑起来，就是那个阿曼半岛的河岸边的那个氛围。哦，了解。OK， 好，觉得还蛮美的。那 Cindy 会帮我们定调这个在什么香调？花香。对，绝对花香，绝对花香调，是100%花香调。好，那学姐嘞？花香啊，它绝对是花香调。那你说的木质，你会不会后来回头补了说它是花香木质调呢？不会，因为那个真的，那个除非你跟我一样那一天没洗澡，第二天早上起来你才会闻到啊。否则正常来讲，你应该就是你的印象，你会觉得就是茉莉花，就是茉莉花。非常 OK， 对，茉莉花。好，所以你们都会把它放在花香调，对吧？对。好，那花香调 Cindy 0到10，你会给它几分？我刚刚在想，我应该会给它很高分9.8。哦，9.8。好，为什么给9.8？就觉得真的还蛮好闻的，因为我不是那么喜欢花香调，因为有些闻了会头昏昏的，是，对，或者太浓的那一种，或是有些可能花香会，我以前的印象就是太香甜，对，就是少女香那一种，没有，但我就觉得这一支不会，这次就是感觉又蛮有层次，然后又很有内涵气质的感觉，然后但是它又让你觉得很干净，OK， 然后不会联想到就是你不去注意它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说，好像是很多白花，不会，它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那种意境，给你，然后中后调我又觉得还蛮好闻的。是，好，那学姐嘞？学姐我会给她10分，哇，10分，对，因为这个是你的最爱，而且我觉得调香师调得很好，就是它整个瓶身设计、盒子的设计跟香调的设计，它就是要呈现阿曼半岛那一个白色的海滩的氛围，然后整个香气，前面放了一点胡椒，除了要带茉莉花香出来之外，对，它是因为你站在那个阿曼半岛上，你隐约可以闻到印度洋飘来的香味，所以它才会用一点点的辛辣感。然后我觉得调香师调得很好，它让它整个走法给你的感觉就是看到一片白色的干净沙滩，是，然后带着海风的淡淡的茉莉花香，很舒服。对 ，Yes， 谢谢学姐。来，但这个我自己，因为我本身是喜欢花香料，没错，茉莉花茶。那我又喜欢茉莉绿茶。茉莉绿茶，对。那我这一个我直接就给他10分了，我也是给10分。那它没有一般花这样的绝对的凸显跟锐利，然后它用这个乳香把它包覆了起来。那我闻到的感觉是，我渐渐随着中调，我有闻到，因为这个是在白沙滩旁边嘛，对不对？我开始闻到一些海风吹来的味道。这个海风带一点咸咸的味道飘散过来。那我觉得这一支是从白天早上8点开始，你出门的时候，一直到晚上下午，特别是下午晚上的时候，你感受到它的味道跟它的时间轨道，你会觉得你会发现说，真的是非常符合一整天的活动来用它。而且说实话，你可以不用再补了，不用补，而且不用补，你才可以感受到它前中后一整天下来的变化。随着早上、中午到下午进入傍晚、夜晚的时候，真的，它会每一个时段都有不同的感受。我觉得这一支是很厉害。对啊。如果你这个想要一镜到底，不要再做任何补充，那它其实也真的不需要你去补充。这一支真的是很厉害，大推给你。对，因为我觉得这么温柔然后舒服的香气，而且以鹅木觉来讲啊，你夏天喷都 OK。是对，这一支夏天 OK， 真的从早到晚都 OK。对，所以我还蛮推荐，因为这个香味真的很适合在台湾。是因为我刚认识阿莫吉的时候，它的味道就是有点中东又很强烈，对不对？因为它香精比例高嘛，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它很显香。对。那但是到了文艺复兴这一棒之后，感觉它
就很舒服。是，越来越不晓得是我们口味养重了，还是说它迎合了比较亚洲的市场了，都有可能发现亚洲市场崛起。那这个系列是它是2020开始的，2020年出的。对，好，那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跟你们介绍这一支，也谢谢我们今天这支商品的提供者是威奇利，他把他今年提供的，对他把他今年最喜欢的这一支分享给大家，而且他还喷蛮多了，对，表示真的有喜欢很多人说我喜欢，就还看没什么在喷，对，有一些还有可能是太喜欢舍不得喷，对，都会有，很多人是舍不得喷，对，那威奇利是那个很喜欢又舍得，好不好？那我们摆在这边，他说可以借大家喷1个星期这样子，好不好？希望你下礼拜来的时候会看到这一支在这里，谢谢。只剩半瓶吧。对，我们会努力去找出看有没有针管啊。如果万一真的没有这一支 ，OK， 好，欢迎你来试香哦，谢谢你，拜拜。